我从来没有看过一个你川普除了是美国总统，不要忘你的身份还是美国的三军统帅。那通常一个部队在实施大规模演习之前，所有统帅一定要精神讲话，鼓舞士气，这是天经地义的事情。我从来没有看过一个国家说是部队要开始演习，弟兄们开始要很辛苦的参加一个演习，就这个在后面泼冷水的是自己的总统，自己的三军统帅在后面泼。我们看到之前，也就是前几天然后美国跟南韩这边有举行了这个联合的演习。好，不过我们看到昨天已经讲到了，川普还说这个演习想要缩小规模，因为韩国让他不开心。好，现在彭博讲得更深入了，他说就是南韩的投资没有到位，所以川普用军演来借题发挥。这也是熟悉的川普最对位啊。他怎么讲？说南韩先前在贸易谈判当中，不是承诺要投资美国3500亿美元吗？但迟迟没有提出具体的计划，就引发部分川普政府官员的不满。其实我能理解李在明的做法，他就是想要以拖代变。但是看起来川普持续出招。好，那川普还特别有讲说这3.9万名的驻韩美军保护南韩不受金正恩的威胁。好，他讲了一段大话，我们来听听他怎么讲。We have 39,000 soldiers over there guarding you from Kim Jong-un, your next door neighbor, and you're not going to help us on a very easy military operation in Iran? That's strange. No, we'd rather not get involved. I say, well, why are we involved in helping you? So. 好，也就是川普呢非常在意当初对伊朗的行动，南韩没有帮忙，新仇加上旧恨。当然，现在川普就是要出招来戳南韩。好，说才下令大砍美韩的军演，川普扑金正恩有回应了。说金正恩向来对他十分的尊重，他说他了解金正恩，那金正恩也了解他，所以他已经对他释出了善意，来做出非常积极的回应，但是没有进一步的透露任何的细节。好，那在川普的眼中看起来说北韩是不具威胁的，干嘛呢？好，我们看到川普的任内说他这个北韩不具威胁，美国的情报评估其实是不同调的。好，我们看到是《华尔街日报》引援了美国情报指出，3月发布的年度威胁评估就说，北韩视美国为战略竞争者跟潜在敌手，致力扩大他们的核武计划。好，这样子还不构成威胁吗？好，那美国的跨党派参议员他是民主党的首席议员利德，他说当川普总统为了讨好独裁者而削减军演，或是因为南韩拒绝加入他所挑起的战争而惩罚南韩时，我们所有的盟友跟对手都会认为美国的承诺看起来是可以讨价还价的。好，那另外一位民主党的众议员帕隆说川普破坏了美国民主，为寻求独裁者跟暴君的认可，却同时将盟友抛在一旁，他觉得非常的可耻。好，这两位虽然都是民主党的，但也点出了川普在他2.0任内的时候让很多这个美国的政治人物都看不下去。好，那反观日本呢，好像又出现了一些黑历史主要就是因为共同社有报道说日军在2战期间曾经对于精神疾病住院的日本士兵来进行疟疾的人体实验。好，研究员呢让蚊子先吸食了已经感染疟疾的日本士兵的血液，然后再让这些蚊子来咬10名罹患思觉失调症的精神疾病的士兵，观察他们是不是会染病。好，那当然很多人就想到过去在东北日本人也很常做一些人体试验那都是非常残忍的。那高市早苗则是有在致辞当中这个有讲到战末者追悼的致辞。那现在中国大陆的外交部敦促要跟军国主义彻底切割所以又看到中日两国是互相的隔空互呛。好，那这是中国大陆的外交部发言人林健说，高市早苗在致辞当中回避反省教训，模糊侵略罪责，大开历史倒车，所以他敦促日本要深刻的反省罪责，同君主主义彻底切割，不要在错误的道路上面越走越远。好，那高市早苗最近状况如何呢？其实他在国内民调蛮低的，而且持续下探。那他甚至身体上面好像也有一些状况，说17号的时候他往东京某医院来进行手部检查，目的是确保在秋季前的国会临时会议发言时能够保持健康。那因为他2月曾经也因为手部的类风湿关节炎而住院。
当然日本的高市早苗也引发大家对他身体健康的关注。好，我们还是刚刚一开始的韩国因为韩国现在惹到川普了川普现在在好多方面都有对他下手了。我们先问赖教授怎么看？我觉得川普对于李在明的不满主要有几个因素。第一个就是他当时在打这个伊朗的时候，他也要韩国跟他一起去打。那伊朗觉得这是一个侵略性的行为，我怎么可以去打？南韩觉得是侵略性。对，韩国嘛，就南韩觉得这是侵略性的行为，我怎么可以去打？这个川普就不开心了啊。那他认为说，那你没有跟着我一起去反对核武，那我为什么要跟你一起去反对朝鲜发展核武啊？这是他的第一个理由。第二个理由就是你没有把这个你答应给我的3500亿美元送给我。你到目前为止已经过了这么久了，你都还没有拿出来。其实日本的5500亿也还没拿出来啊，然后欧洲的6000亿美元也没有拿出来啊。其实这3个国家都在耍这个川普啊，都说我给你，啊，那到目前为止，日本也还没有到位啊。那个阿拉斯加的这个油管也还没开始新建，工程在哪里也没有，什么钱都没有，一毛钱都拿不到。但是我觉得川普不厚道，讲话不客观。为什么？在韩国的美军，将近4万人的美军，3万多人的美军，他的薪水是韩国政府给的，每一年给了10几个亿美元啊。所以也就是说，韩国住在美国住在韩国的军人，他的生活费、他的起居、他的薪水、他养家活口的钱都是韩国人支付的。那你川普很不满，你就把你的军队撤走嘛？他又不肯撤走。那为什么他不肯撤走？就是因为有需要。那为什么有需要？因为他的军队在那里的话，可以一方面牵制中国大陆，2方面可以对俄罗斯也有牵制的作用，3方面对朝鲜也有监视牵制的作用。所以对于美国人来讲，他怎么可能舍得说撤离韩国呢？他根本舍不得。那这样的情形下的时候，又要去酸韩国，我觉得韩国人要有点骨气了。韩国人不要说因为川普对你这样子，像台湾某一些人就跪下来了，吓得半死啊。韩国人你要有骨气，你就说你要不你的钱就不要拿，你的美国大兵的薪水，我是你老板嘞，不是你的国防部给你薪水是我韩国人养你所以我养你的人才是老爸，养你的人才是老板，所以我是你美军的老板，你要听我的，不是我听你的。我觉得韩国人在这方面有点骨气。那当然，对川普来讲的话，伊朗的问题搞不了，那他现在该怎么办？他现在想搞这个亚太的问题。亚太的问题，现在目前也传出说，这个习近平可能很多行程都取消了，也就是说，可能只到白宫这么一次而已，就跟他谈1天，然后就走了，也不会到海浮山庄，什么都没有了。目前他们传出来的消息说，23号的晚上到。24号跟你谈一下，25号就离开了。这么快啊？对，就是也因为跟你谈没什么意义嘛，因为你们跟伊朗签的 MOU 说撕毁就撕毁，然后跟任何人谈完了以后，你说撕毁就撕毁，也就是说他们已经毫无信用可言的话，那跟你讲一堆话，其实效果在递减。那这么效果递减的一个国家，坦白说，再花很多时间跟你们扯也没什么意思。现在的情况是，川普很想跟金正恩见面。可是金正恩看起来态度并不十分积极，那就要看你的礼物送有多大。你的礼物送的够大，那金正恩可能就说：“那我见个面嘛。”可是你的礼物送的不够大，那我见你面的意愿还是不够高。那军演你为什么还要演呢？你可以取消嘛，没有所谓的缩小规模的啦。那想定怎么写啊？对啊，所以就很多问题嘛，那当然这川普他的目的性非常明确才导致后面很多的争议。将军怎么看？这次我们都知道，川普这一次对全球来讲的话，他等于是自认为自己是黑帮的老大所以要打架的话，一定拉帮结派跟我一起去打架。那如果说你不跟我一起去打架，你不向我投出你的投名状你就不是我的兄弟，以后我就不帮你。很明显是如此嘛。我们看这次伊朗战争这个他现在
他指责过他的这些国家，包括他的盟友英国、法国、德国、西班牙、意大利，是不是都是如此？那当然，这些国家有他们自己国家的立场嘛。你现在去这个跟伊朗，你又不是正式经过联合国授权的开战，那事实上我们师出没名，我们当然不能参加这场战斗。那如果因此而得罪了伊朗，以后来讲我们买油受到影响呢，对我们国家影响是很大的。所以每个国家有自己国家的立场跟自己的想法。那韩国也是如此。其实韩国有没有帮川普有帮忙哦？但川普只是不领情而已。我记得那时候川普在开战之初的时候，因为他的这种防空导弹不够嘛，爱国者3不够急着从这个韩国来讲，将他的萨德系统跟爱国者3都调到中东地区去协防他的美军基地，所以人家韩国有帮你，但是你看。我从来没有看过一个你川普除了是美国总统，不要忘你的身份还是美国的三军统帅。那通常一个部队在实施大规模演习之前所有统帅一定要精神讲话，鼓舞士气这是天经地义的事情。我从来没有看过一个国家说是部队要开始演习，弟兄们开始要很辛苦的参加一个演习，就这个在后面泼冷水的是自己的总统，自己的三军统帅在后面泼冷水，因为这次这个美韩两军联合的演习叫做以自由之盾的这种联合的军演。那从什么时候开始？从昨天17号到27号。那川普什么时候泼冷水呢？在美国时间的17号，也就是说开演前的前一刻，川普自己泼冷水，说我来不及了，我本来要喊停的，但是来不及了，既然已经来不及，那我直接缩减演习规模。那到底缩减到什么程度？他现在也没有讲。可是你想想看，就参演官兵来讲，我是奉你这个国家之命，我来实施这次演习，结果泼我冷水的居然是国家的总统。所以我们看到川普这个真的是毁灭美国的，不就是美国自己吗？包括到全球的战略跟盟友之间的关系那甚至于对自己三军的领导，甚至于他对于林肯号那些官兵在船上已经这个长期精神健康已经不佳了，他居然还讲风凉话，不够久，再久一点，250天，继续加长一点到300天。我觉得这个川普你真的是打击美军士气的，就是你自己美国总统。对，所以很多人会说美军现在越来越差，其实川普要负很大的责任。永明姐怎么看？是的，川普这个宣布他要缩减美韩军演以之自由之盾的规模，这个事情呢，在美国引起轩然大波。不只是说他的反对者民主党的国会议员抨击他，其实呢，《经济学人》杂志也特别出一篇报道呢，示警。他示警什么呢？他说美国这样的做法，川普这样的做法呢，对盟友等于释出了很危险的信号。他会引发美国对盟友的安全承诺呢，可能随时可以被放弃。那这件事情都大条因为美国的盟友又不是只有南韩。美国一大堆盟友菲律宾欧洲日本一大堆所以大家心里动摇的时候呢，它会不会变成骨牌效应？而这件事情，我认为台湾也要高度的警觉，因为他连跟美国这个真正签订盟友协议的南韩，他都可以随时抛弃，他就抛弃了。那么台湾呢？他会对台湾更好一点吗？那个9月24号。习近平又要到美国去跟川普见面两个人要再会。那现在川普可以做出这种行径，他到时候会不会为了讨好习近平，对台湾话说的更难听、更狠，然后让台湾的整个士气更受到打击呢？我觉得这一点是民进党政府现在一定要谨慎以对的，因为很简单，大家都知道美国的期中选举快要到了。期中选举，大家都知道，所有的选举政治全部都是 local politics 嘛，都是内政问题。美国人现在他会为了说美国有没有背弃盟友信任，有没有去做世界警察，然后用选票来责备你吗？不会嘛，他要的是经济嘛。所以他如果要中国大陆到美国去的时候，又说采购大爷，我又给你。特别在那个选情摇摆的地区，又说我增加什么采购，增加什么，他要的是这个才更实质嘛。所以呢，这些问题我觉得台湾也要注意关注。那至于日本的这个高市早苗，他最近拒绝对2战的事情进行反省，这个当然会从外部给他很大的压力，因为其实他现在在整个东亚呢变成一个造成区域不安者。
尤其是现在川普连对北韩的态度都有改变呢，显然给他很大的压力。而压力如此之大，我觉得这个高市早苗的病呢，有值得跟大家提一提。他的这个类风湿关节炎呢，是一种慢性的自体免疫疾病，它是劳累引发的。所以大家不要太好强。你知道高市早苗好强到什么程度吗？他都说我为了公务，每天的睡眠时间是0到3小时，这样可以吗？结果他的类风湿关节炎严重到什么程度吗？他曾经在那个国会弄预算的问题开了9个小时以后呢，他起不了身，所以他才赶快去看医生。那为什么起不了身？因为类风湿关节炎就造成关节肿胀，然后疼痛，然后你会变成僵直。而这个呢，最容易发生在中年女性。所以女强人们大家一起共勉，还是要睡觉，对，还是要好好睡眠很重要，健康最重要。对，睡眠没有好什么东西都不好。好，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好，要怎么对付川普呢？伊朗现在想到要用川普的魔法来打败川普。好，怎么做呢？我们看到伊朗被爆说他们玩两面手法，也就是呢，《华尔街日报》说伊朗台面下其实采取的是一个双轨政策，而一方面外交官持续寻求跟美国达成协议，但是另外一方面呢，穆杰塔帕采取了行动，让伊朗的安全体系为了更大规模的对抗来进行准备，而且他们说这场对抗有可能就是从德黑兰来率先发动，好，也就是转守为攻吗？好，目前看到伊朗的资深官员说，无论是透过施压美国，或是仰赖中间人调节来达成持久和平，如今对该国来说都是不切实际。所以他说，如果美国不履行备忘录，所有的伊朗实体都准备好要面对赫尔姆兹海峡跟整个中东地区的紧张升级。好，那目前看到俄罗斯的也有一些动作，看到就是美国的空军我们先看到对于伊朗的这个事情说原本计划在2027年财年度的最后一批 U2 要退役，但是美国众议员对 U2 的退役速度提出了限制，而且草案编列大概是新台币25.7亿元，要求4架 U2 要恢复可用状态。那同时也限制空军未来1年退役的 U2S 不得超过2架，主要就是因为跟伊朗的战争还没有止息嘛，所以有70年老将 U2 他已经70年了，还是必须得做下去那当然这个可能就会有很多的意外发生。那说都以为美国海军输给了伊朗，没人告诉你他输给了造船厂。好，也就是这个分析报道写说不是战术的问题，是战略问题。也就是1987年的美国，他们有600艘的军舰，有全球最发达的造船业，有愿意跟着跑的盟友，对手也没有这么多导弹。但是2026年的美国军舰变少了，船厂垮了，盟友不跟了，对手的导弹更是越打越多这真的点出了一些战略上的问题。好，那美国自己挑起了对伊朗的战争，从世界警察变成了战争贩子。那这场仗美国打不赢也退不了，就是一个最大的困局。好，那我们看到现在在中东这个航空母舰就是林肯号嘛，林肯号航舰因为常驻中东变成失老兵疲一句成语就是大家出门太久了那战争对他们来说就非常厌倦，所以之前也传出有水手有军人都有一些这个失序的状况。好，那美国的代理海军部长高雄他怎么说？他说官兵确实已经被推到了极限，也相当的疲累，但他还是要附加条件说还是没有被击垮，也从未退出战斗。刚刚呢，我们看到很多新闻，还有传出的一些消息都是蛮不利的。那川普说要炸阿曼有用吗？CNN 揭露了他 Taco 记录缠身这个威胁的可信度就是打折。没错因为伊伦每次在节目上都说他又 Taco 了我都瞧不起他了，何况是其他人呢？川普最近多次以军事行动来施压伊朗跟阿曼，但都是没能兑现。CNN 就分析指出这种只说不做的模式正在削弱美国的威慑力，那也可能让伊朗跟阿曼两国更确信川普不会说到做到，所以更难重启谈判。好，那最后我们来看伊朗的战争也是消耗了这个能源的安全。
英国媒体《金融时报》说，分析师认为中国20年的持续降低对进口的石油、天然气的依赖，那更透过提高国内产量、推动电气化，还有分散进口来源等等的储备，使得中国在这一波中东战争当中比其他的亚洲国家大致能避开一些能源价格飙升跟配给措施的冲突。好，那中国的潜艇看起来下饺子非常的快嘛，美国却陷入个瓶颈。好，这个有相关的国际战略研究所的资料显示，美国水下优势的差距已经缩小了，仅剩5艘。所以呢，这个战力的差距越来越小了。那美国的军中呢，核飞弹基地竟然是买了大疆无人机。好，我们看到这是美国的空军一处核飞弹基地之前发布了采购案。结果买了是 DJI 的无人机，也是大疆无人机，好让基地的部队训练如何侦测、干扰以及击落这类可能遭遇的无人机。所以有人说美国你每次都喊不用中国货，结果你自己用的最频繁也最勤啊。好，我们看到伊朗被说要玩两面手法，趁现在停火的时候来练兵，接下来有可能是他们转守为攻吗？我们先问将军怎么看？确实是如此这个如果说是从战术整个战略上面来看的话，美国现在很明显的是想要脱离战斗，想要离开这场战争想要脱身。但是现在我们看出来，现在反而整个战争的主动权是掌握在伊朗的手中。伊朗借着什么呢？就是我将你陷入在这战争的泥淖里面，我采取各种主动比如说借着攻击的手段，然后让你离不开这个地方。然后之后我相信伊朗会要的更多目前来讲，我们看到这个包括荷姆兹海峡的话语权，几乎现在已经确实掌握在伊朗的手中。另外，我们来看看检视伊朗所开的6项条件这如果说你美国要停火的话，要有6项条件除了说是你美国要开放荷姆兹海峡，不可以再管制伊朗要对于伊朗财产方面来讲要开放之外，还有一点最重要的就是伊朗要求说你美国要付出战争赔偿。那试问一下，不是只有这个战胜国会对战败国提出战争赔偿吗？那伊朗提出这个要求就是很明显的，要美国认输了。美国认输，你美国就是战败国。可是如果说是这时候川普来讲陷入一个泥淖，战火虽然说不在他美国本土打，可是你的部队却陷入在这个里面如果这时候你这个脱身的话，那中东这些国家会不会就从此以后，你对这些盟邦的国家大家就不再信任你，你可以提供这些国家保护？那我们看一下下面所讲的，包括 U2 侦察机也是美国在这场伊朗战争里面无奈的一种替代的方案又端出来，把这70年的老飞机端出来。你说这种 U2 侦察机对中国或对俄罗斯有没有？一点都没有用。怎么讲呢？你知道我们台湾有一个叫陈怀生的这个将军他上校了，但是后来因为阵亡追赠他。他当年像我们台北有一个叫怀生国中，就是纪念他的，他就是架 U2在飞进中国大陆里面，在江西上空被萨姆2的导弹击落。那试问一下，解放军现在的空中的防空导弹是到哪一级的？已经是红旗6那种，等于是比爱国者3等级还高的。那俄罗斯也是，你这种飞机你想要去侦察是不行，但是这种老飞机可能去应付伊朗还可以。为什么我讲应付伊朗还可以？那为什么要用这种飞机来对伊朗来实施侦察呢？因为美军很明显在这次的美伊战争之中，它的 MQ9 损失了很严重，几乎被打掉了45架这么多。在这么多MQ9 无人侦察机被打掉的状况下，它只有把它的老古董再搬出来希望借着高空那欺负伊朗没有高空的防空导弹。那我试问一下，如果哪一天伊朗有一个类似S300，俄罗斯如果支援给他 S300的这种防空导弹的话，你这 U2 是不是又要阵亡在伊朗的上空？而且它70年了所以接下来飞过去可能也会有很多问题赖教授怎么看？问题可能不少，因为伊朗有发出一个命令就是说男生也好或者女生，如果是男生发现入侵的美军，抓到或者是杀掉或者是砍断他的腿，奖金3万美元。3万美元对于现在的伊朗来说，而且是发美元不是发伊朗币很多那个马上致富那如果你是女性的话，杀掉一个美军
啊，或者是弄他残废，把他送到革命卫队，$6万，女生加倍给啊，所以对美国人来讲就怕死了啊，因为千万不要飞到上空被打下来，对，因为重赏之下必有勇夫啊，一定有的啊，那争先恐后啊，啊，金门把他抓了以后，那就一夜翻身，家里就有钱了啊，我想这个是影响很大。《华尔街日报》本来就是一个对伊朗非常不友善的，而且呢，主张用最强硬的方法，要继续对伊朗动手的，就是《华尔街日报》。他这样指控伊朗，其实站不住脚。他说伊朗是两面人啊，一面在停火，一面在搞军武。美国不何尝是如此？美国川普，而且还要他的国防部长召见了这个军工企业的老板，说你给我加速生产啊，这个8月前你要给我完成多少的量，还不是两个人都做同样的手段，两个国家都在休战的期间在准备在大干一场，所以不要指责对方，指责对方的时候也指责一下自己啊，因为两个干了同样的事。美国今天的海军沦落到今天这么惨的下场，不是川普的错，真的不是川普的错，川普一点都没有错，真正的错是在雷根。雷根当总统的时候是1981年到1989年，他在任期的8年内要大造海军，拼命造海军，他的目标是海军要打造600艘战舰，最终没有达到，最终就达到532艘。但是他在他的任内里面拼命的造舰的情形下的话，美国的造船工业蓬勃发展，可是很快就萎缩了。为什么？因为拼命造啊，拼命造，然后造完了以后，一艘船的寿命30年到40年，航母的寿命50年到60年。当你造了几百艘了以后，你就没有订单了。所以后面20-30年没订单，这一些民有的企业，因为美国造军舰的都是民间企业，全部倒光。这就是雷根造下来的恶果。台湾的航发中心、汉翔，台湾的航空发展业，今天会衰败到今天这个地步，就是李登辉造成的结果。买了美国150架战机，在同时买了法国60架战机，210架战机，全部买光了。请问我们国内自制的 IDF 还有多少空间？所以一下子蓬勃发展以后，瞬间没多久，台湾的航空工业衰败。伟大呀，这些人！错误的政策比贪污可怕，更可怕，害死台湾人啊！永萍姐怎么看？是，我觉得赖教授这个分析我非常有感呐哈。第一个，美国为什么整个造船业垮掉了尤其是对海军军舰打击这么大，那个原因赖教授刚才说得很清楚。那么现在不仅船军舰出问题了，那个他飞机也出状况。那个 U2 是什么飞机啊？U2 是我小的时候，我爸爸在做空军飞行员的时候，他们最常谈的飞机。哇，是上一代的。因为他1956年啊，那当时台湾的飞行员在1960年代、1970年代能飞到 U2 黑猫中队。对，那时候就是觉得都是很了不起。所以我爸爸好几个同学在怀生嘛，对不对？对，我爸爸好几个同学当时都在飞这个，也是千辛万苦，九死一生，对不对？好，那我爸爸呢，3年前过世，94岁过世。飞行员，这个他觉得最好时期的好飞机，到现在已经90几岁了，100岁了。那这样的飞机现在还在服役，那各位可以想想看，这什么概念？这什么概念？所以你这个同步的这个时候，那你看到中国大陆它各方面怎么发展？说那个大疆无人机现在被美国买去也必须参考啊，因为无人机在中国太厉害啊。这个还比不上，我觉得所谓中美差距靠近世界那个翻转最恐怖的一个现代启示录是什么？是乌克兰呐。乌克兰最近呢，他的国防媒体得到了一个他们自己的报告乌克兰自己揭露的说他们能够无人机仗打得那么好，他们可以这个出现攻击力非常强的那个无人机是怎么来的呢？是他们2023年他的飞行员到中国大陆去受训的时候，
偷偷的拍他们最先进的攻击型的无人机呢，给他拍照，然后带回去乌克兰呢，找一家现在不敢讲说是那个有名的公司，等于剽窃啦，就直接从照片从这些飞行员的经验叫做逆向工程把它生产出来。那这什么概念？大家记不记得当年西方世界，包含美国、欧洲西方先进国家，指责台湾、指责中国大陆这个抄袭仿冒的时候，他讲的就这么回事啊。当时这种华人带着一个皮箱，拿着一个电脑回来拆里面的零件，然后每个零件就去给你复制。带你抓事件真相，掌握证据变化。观众朋友你好，欢迎持续加入新闻大白话，我是主持人谭一伦。节目一开始来介绍今天的特别来宾，首先是国际政治专家赖岳谦老师。主持人好，观众朋友大家好。还有前台北市副市长李永平。一伦好，大家好。以及退役少将厉正杰。议论好，各位观众大家好。好，观众朋友，我们知道今年11月28号要进行9合1大选哦。那当然，在选举年呐，今年看起来赖总统啊是铁定要打抗中保台。好，抗中保台，我们就想到过去有一个人是王立强，是不是又有王立强出现了？先看到这一位是谁？他是德国的资深记者，叫做周敬恒。他说他去阿里山哦，被女间谍给盯梢。好，他讲说他去年撰写了中国对台间谍活动报告的期间，跟朋友去阿里山旅游，就当时有一名亚洲女子上前搭话，就他察觉对方有明显的中国口音，说返回下榻饭店不久，这女子就坐在大厅了，甚至紧邻同行的同事，那他就提醒朋友别再讲电话。他是中国的情报人员。好，我们就问这名德国的资深记者，您这么了解情报的话，那间谍真的会不打自招，让你有所防范吗？这间谍也太弱了吧，好，那德国媒体的主管由阿里山被陆女跟监，他的说法，调查局怎么讲呢？其实调查局证实有这件事情还调阅了监视器的画面，说这名女子没有入住饭店，是一路躲在车后街角进行专业的跟踪。那这女子呢，在调查局介入后2天就离开台湾，那也表达说侦查不公开，不便说明案情，但此案再证明中国已经在全球实施不分对象的跨国镇压行径。那我也好奇，这名女子对德国资深记者周敬恒有什么目的呢？好，我有点跨博嘛，好，所以网络上讨论度很夯。有人说该侦查调查局内是否有人通风报信，不然怎么会介入调查2天之后，这女子就离境了呢？还有人说调查局会不会是放纵共谍，局长下台？上一次选举，王立强污指2个香港人是特务，这次又要害什么人被关了？好，王立强事件其实大家还记忆犹新，我们也不断的跟大家讲这件事情嘛，所以很多人觉得蛮类似的到了选举就会有类似王立强的案件。好，那看到了川普现在对台海又是什么样的做法呢？有人觉得是两面手法了一方面表现得非常积极护台，像是美国有 P8A 海神式的海上巡逻机有人就发现它的踪迹从冲绳飞往台湾东部的外海那航机一度非常接近绿岛、兰屿跟台东外海一带，引发关注。但是相关任务的内容还要等美方或其他的官方资讯来进行证实。但是有航机迷已经找到了航机这个曝光了。那香港媒体现在也说其实美国防长好像惹川普不满，快丢官。那有一名美国官员说这个台湾非核心利益，这人是谁呢？我们之前曾经提过他，就是国防部的次长柯博吉。他长期主导对中切磋，说能延续两军的交流。那美方消息人士点名说柯博吉令中方印象深刻因为他曾称台湾并非攸关美国存亡的核心利益。好，但其实柯博吉在8月初曾经有被曝过说他要去美国，他要去中国进行访问，结果中国对他非常的冷淡，而且拒绝。那是不是因为这样柯博吉现在对于中国的态度稍微再软一点，甚至还讲出台湾非核心利益所以当然令中方印象深刻。好，那美军现在也因应台海冲突
哦，说拦截弹的库存不足10%。那这是华府智库传统基金会做的警告，说如果美中爆发长期高度的强度冲突，那美军目前的I3增程型、萨德还有标准6型以及标准3型的拦截弹库存，在长期作战需要的10%都不到。好，那智库就对这个做出建议哦，说在中国飞弹发射前，或是在战争一开始的时候，其实美方就可以直接攻击中国境内的飞弹部队，来削弱解放军飞弹一部分的库存。好，那大家看到这个华府智库传统基金会这样讲法，就觉得很外行啊。好，这个有这么简单吗？如果这么简单，美军轰伊朗，看起来也磨成功嘛，好，那到底实际上又是怎么样呢？看起来好像对习近平是揪起来了，因为美军目前看到他们的统计，穿越台海的次数大砍56%。然后也看到公开的台海航行的锐减，仍然可能会削弱美国对盟友的安全承诺跟军事吓阻，就会让北京误判华府正在逐步的退出台海。那美军的西太平洋航舰归零，有专家也示警，这位是美国的智库学者，他说美国的航母过去也曾缺席太平洋，那中国曾经利用这些空档，让解放军的打击群航行到更接近台湾跟日本这些美国的盟友。那虽然全面入侵的可能性不高，但是他觉得中国可能还是会利用这个空隙，加强在太平洋的存在。所以接下来台海的局势恐怕还有新的一波变局。但是因为今年选举年到了，所以我们看到哇，好像个个都是王立强，个个身边都有第5纵队，个个都有间谍吗？永平姐怎么看？是，我觉得这个新闻出来让我们又感觉到好像那个王立强又来了，就好像狼来了的那种氛围再现可是事实上呢，情况都一样，就是台湾现在在民进党执政下，怎么每一次爆出来的有什么间谍的问题啦、国安的问题，怎么情节都这么幼稚离奇，然后都让人这么不信呢？说真的，我必须讲，大家自己想想看，是不是连续剧的编剧都不敢这样编，因为一定会被观众吐槽说你有没有一点基本的逻辑跟专业知识？一个正在撰写中国对台间谍活动的一个德国资深记者，他到台湾来，立刻遭到一个操着很明显可以判断出来中国大陆北方口音的女子跟监。而且这个跟监呢，哪里不好跟你说你要真的去跟监一个对象，你是不是在那个大城市大家这个大街小巷，你比较不会被发现？你跑到阿里山，那个山上通通都是这个小街，乡下风光，你要躲藏都没地方躲藏，所以你要偷偷躲在这车子后面，躲在哪里？不要说被调查局发现了啦，那个卖东西的那个阿伯阿姆都会发现你啦。这样这个间谍有对吗？然后呢，你还要跑到他跟朋友聊天的地方，然后把你那个具有中国北方口音、辨识度很高的这个语音秀出来。这中国大陆如果按照这个德国资深记者周敬恒这种说法，他可以做一个结论啊，说中国对台的渗透好不以为意，完全不必惧怕。因为很差，很不专业。中国大陆如果真的要派共谍到台湾来，煞有介事的去跟踪一个外国人，你认为他会派一个口音可以被一个非本土台湾人都可以听出来他是大陆的人士的这样的人吗？他应该要派有闽南语口音的吧？他可不可以到福建去找？对不对？只有台湾人才能够判断出来说福建的闽南语跟台湾的闽南语不同，德国人是判断不出来的吧？所以你今天爆发出来说一个抄这个厦门闽南语口音的共谍，我们觉得可能比较实在一点。再不然你也可以去找江浙的大家最近有没有看那个很多流行的那个偶像剧啊，他们那种男女主角都是用真实声音配音的你去看看那种江浙出身的，是不是完全没有一点口音，讲话不管口气发音各方面的概念跟台湾
人一模一样，他们所谓的普通话嘛，对他们的普通话，那你要不要找这样的人？也就是说，中国大陆何其大，你有那么多的选择，你偏偏要选一个口音有辨识度，连一个德国人都可以判断出来，然后就在他去写什么中国间谍活动的时候，然后要叫说这个叫做跨境镇压的典范。我觉得这个叫做跨境幼稚行径，还是叫跨境搞笑行径吧？我真的跟你讲，如果这件事情是真的，大家不必怕，中国大陆的共谍呢非常的好辨认，你一下就看出来了，因为随便听到一个口音就像是呢，我们接诈骗电话，一听到就是对岸口音的时候，我们就知道是诈骗。好，这是诈骗的不像。好，那这个情报看起来也嘛不像。一轮说到这个，现在大陆流行说法就是，如果电话接的是台湾口音的，就知道那是诈骗。哦，好，反正要小心哦。好，将军怎么看？这个美国华府智库传统基金会，我看干脆改成叫做华府智障库。为什么？你这个用基本常识就看出来，是不是川普去打这场跟伊朗开战，打得灰头土脸的，是不是就是你们这个智库给他出的馊主意？他听信你们的话，去贸然的开战，所以到今天灰头土脸。那你现在又在出这种馊主意，是不是又在怂恿美国来讲？大胆，你可以跟中国开战。大家看一下他讲的内容，他讲了他自己承认自己，这些不管是爱国者不足哈，或者是标2、标3啊等等，这些导弹是属于拦截导弹，就是地空拦截导弹，拦截不管是拦截对我们来攻击的弹道飞弹啊，或者战机，可是你要去攻击，你要用攻击性的导弹，攻击性的导弹，美国也很明显的不足啊。我们经常讲攻击型的什么，包括战斧型巡弋导弹，但是美国在这次伊朗战争之中，它也明显的损耗很多，损耗都多到多少呢？它是跑去本来要卖给日本的战斧型巡弋导弹，都拿过来先运用。那另外陆军所用的中程战术导弹，或者是这个陆军精准的飞弹，也很明显的不足。那你攻守的飞弹都不足，你今天还在怂恿说可以对中国的这种基地来实施攻击？我跟各位讲中国的防空能力绝对是优于伊朗很多伊朗来讲，它几乎是没有任何的空军嘛，没有任何的战机嘛但是中国空军有什么？譬如说歼20啦，现在新型5代机歼35啦它防空导弹有很多，它包括到红旗9、红旗22、红旗16来讲的话，多不胜数。你这个过去的导弹，它早就把你拦截下来，你想想看，你有怎么可能打到它的基地？尤其是说它很多的这种飞弹基地，譬如说是我举个例子，譬如它这个我们看到经常耳熟能详的东风17、东风26等等来讲，它是放在卡车上面，随时在那边机动的。它没有固定的发射基地，它可能躲在山洞里面出来又竖起来，就对你发动攻击了。所以我觉得美国这个智库现在讲这种话，真的是外行到外行。这个我说他还好意思是华府的智库，真的是笑掉人家大牙了之所以讲美国来讲，很明显的他现在这段时间很明显的战力是不足的，尤其是不只是穿过台海的军舰在这个川普第一任的时候，他大概比川普第一任的时候少了50%。拜登的时候，他少了56%那少那么多是，我认为说是不见得是要跟中国示好，而是他自己海军的实力很明显的落后。尤其是从这次他为了这个更换林肯号航空母舰，将华盛顿航母调到中东地区去，这个动作来讲，很明显的会在亚洲地区形成战力空隙。我跟各位讲形成战力空隙，紧接着就是中国大陆他们的机会来了。怎么讲呢？我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美国跟韩国现在在搞什么？现在就在昨天开始他搞一个叫做已知自由护盾的演习。你知道中国马上回退回去，中国今天也同样的是在这个黄海跟渤海搞一个海军的军演，而且时间拉的比你还长。30号吗？你17号到27号，他从16号到30号。那大家不要忽略，我们不要忽略我们自己台湾我这2天一直在看，我们自己国防部从这个前2天一直到今天还有。解放军还在这边所谓实施的这个战备实施他所谓战备警巡了，他的战机一直在台湾上空绕，所以台湾我们不要忽略了，
美国当战力真空的时候，我们自己要怎么去面对？好，所以整个台海局势，议伦刚才讲说开始有一些转换嘛。好，赖教授怎么看？我觉得选举到了，当初为什么会有王立强，就是跟澳洲的媒体啊，然后他们合演了一场戏。现在大家都知道，当初啊，就是因为啊，在台湾选举的时候，对民进党来讲是极为不利的一个选战环境，也就是说，民进党败的可能性是很高的。那也就是说，蓝营的胜选的几率是很高。这个时候就发生了这个澳洲媒体，其实后来才知道是在美国的主导下，澳洲媒体跟王立强演了这么一场猴戏，然后来改变台湾的选举的一个状况。现在的情况又一样了啊，因为我们都知道德国之声是德国政府资助的对外的一个宣传的一个机构啊。那他这个宣传的机构长期以来对中国大陆的宣传是处于非常不友善的一种政府给的钱的一个新闻机构，其实不算新闻机构了，是一个宣传口、宣传机构啊，它就是一个传声筒。这样的一个传声筒的一个所谓的某个啊，我也不认识他，坦白说，那他长什么样子我也不知道。他说他跑去阿里山就碰到了这样的一件事情，现在是从澳洲啊。玩完了，现在换玩德国啊！德国出来玩了，那德国出来玩，拿出证据来啊！不要凭空，因为一个媒体人啊，说话要有凭有据啊。如果一个媒体人说话没有凭没据，没拿出证据来，而且证明他就是中国大陆的情报员，如果都没有的话，那这个媒体人，我觉得他们的媒体也应该要好好的去追究一下他的责任，因为你不能够不负责任的就做一个新闻报道，这个是很恶质的。我们去看看，如果这样的一个媒体不去处理它的话，这个媒体就不再可以信任，也不再需要去读他的新闻，因为他的新闻就毫无价值。其实我第一时间想说，这是女生是不是爱慕他？所以才会 follow 他、跟踪他、跟随他。我还没有想到那么多哦。我都还甚至怀疑说他们是不是有金钱纠纷呢？私人恩怨就对了。但是我觉得他们这个媒体要处理了，因为他已经指控说他是中国特务，所以他必须要证明他是中国特务。如果他没有办法去证明他是中国大陆的情报员的话，他就是凭空要拿证据啦。没有拿证据就不够资格当媒体人。那如果德国之声不处理，德国之声就不值得看，就这么简单。但是我觉得科普给的问题啊，我记得我们在上次我在这边我的评论，我就说他很有可能想要取赫格塞斯而代之，因为那时候我们在评论说他很高调的，然后他跟范斯比较好，对，然后又要去中国大陆去，又说希望站到国防大学那边的讲堂来演讲，来吸引这个川普的眼球，说我才是真正有实力当国防部部长的，因为现在的最新版的国防战略报告书就是我科波基写的，不是赫格塞斯写的。我是真正的专家，因为他从川普的第一任，他就在帮川普负责国家安全跟负责国家安全战略，所以我觉得科波基想取代这个赫格塞斯是很可以理解的事情，而且他目前来讲的新闻操作手法也都还不错，因为最近赫格塞斯的这个不好的新闻很多包括说被川普痛骂骂得狗血淋头，然后好像整个伊朗的战事的失败都要怪在赫格塞斯的身上。如果果然是科波基上台的话，那科波基他当然就会心心念念的说：我现在有资格了吧？我以前不是部长，我没有资格站在大陆的国防大学的讲台。我现在有国防部长了，我应该有资格可以站在讲台了。那我们来看看他会不会接部长呢？对，刚刚老师有讲到德国资深老师他是德国资深记者，他看起来是个德国，不是德国资深，对，不是德国资深，是德国资深记者。那他是德国哪个报纸呢？他我还没看到，但他是个独立学者，他是资深记者，也是独立学者，所以他没有他曾经担任过德国《明镜周刊》驻北京、新加坡、维也纳办事处的主管所以是了解德国 senior。那我们要修正一下，不是德国资深，是德国资深记者。资深。好，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